新家装修完，入住半年后总结的8个装修苦果，都是花钱买的教训。1. 当初因为买的房子是低楼层，所以装了又厚又结实的金刚网纱窗，入住后才发现，这种金刚网不仅挡风又挡光，而且对视觉也有遮挡。但是唯独挡不住小飞虫，因为它的网眼有点大，一到夏天真的是苦不堪言，真心不如装不锈钢高透纱窗实用，通风性好，还能挡住小虫子。虽然厚度不及金刚网，但没人会指望着用纱窗去隔音隔热吧。2. 悬空电视柜确实好看，显高级，但不是每个电视背景墙都能做悬空电视柜，我家的就翻车了。由于墙体不实，导致握钉力不足，打孔后柜子会有缝隙，以后放东西会越来越下坠。现在柜子已经开始脱离墙面了，很后悔当初不如直接做落地的。所以非承重墙的真心不建议做悬空电视柜，如果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在抽屉里装上支架，上下再打上膨胀螺丝固定。3. 当初花大价钱做的玻璃门加开放柜的酒柜设计，那叫一个高端大气，颜值满满。等入住后才发现，好看归好看，但清洁卫生时真的头疼。开放柜全是积灰，玻璃柜门全是手印，要么只能忍着，要么就是一天到晚的擦。所以如果你家没有专职的保姆，柜子开放格、玻璃门酒柜、衣柜设计真的要慎入。4. 我家卫生间的地漏，花了高价买的长条形地漏，而且特别交代瓦工师傅做的嵌入瓷砖的那种，刚装修完的效果感觉好漂亮，好高级。等入住后才发现，这种长形地漏是典型的中看不中用。首先，盖板又长又沉，打开就很麻烦。其次，海水和普通地漏没啥区别，都是一样的下水口。另外，特别容易把脏东西和头发卡在里边。5. 当初嫌弃双式面门板不好看，所以特意花高价把橱柜换成手感特别好的肤感膜柜门，衣柜换成特别高级的高光 PET 柜门。等入住后才发现自己真是个大冤种，因为肤感膜柜门的油渍和水渍根本擦不干净，高光的柜门擦2下上面都是划痕。现在特后悔没有选装饰面柜门，虽然没有肤感和 PET 柜门高级，但易清洁好打理，价格还便宜。6. 再来说说我家的纳米涂层水槽、岩板一体盆和黑色龙头这几个大冤种系列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颜值高，尤其是配合极简风格装修，那叫一个好看。但等入住后才发现，清洁卫生的难度系数太高，永远别想擦干净。水槽和龙头上面全是一层层的水垢，岩板一体盆全是卫生死角。奉劝那些想真正过日子的，水槽和龙头就用304不锈钢的，台盆就用陶瓷一体盆。7. 我家的插座也踩了2个深坑，当初担心卧室床头插座不够用，特意装了2组5孔插座，等入住后才发现3孔的一边永远用不上。还有厨房插座，特意换成了轨道式插座，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特别鸡肋，因为插少了不够用，插多了又不能来回滑动，而且和装了个大插板没啥区别。现在才知道，卧室床头更适合4孔插座，厨房最实用的还是5孔插座。8. 最后提醒大家，家里的客厅不大的话，千万别跟风买那种大的异形沙发，什么豆腐块、大斜边、大白熊款式的，颜值高是没错，但一个比一个占地儿。我家就是个例子，买之前那叫一个喜欢，等摆到家里的那一刻就后悔了，因为既体现不出沙发自身的美感，又会显得空间特别狭小。现在看来，小户型的首选还得是直排沙发搭配小茶几。装修真是个心力憔悴的过程，历时半年时间，大大小小的坑也踩了不少。好不容易熬到装修结束入住以后，才发现坑比装修时还要多。下面就给还未装修的朋友说一下我装修踩的这9个坑，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，及时避开。1. 哑光砖不好打理，哑光砖质感突出，装修前看了几个哑光砖的效果图，心动的不得了，于是装修时果断选择客厅通铺。说实话，价格真心不算便宜，但入住后才发现，哑光砖磨砂表面都是孔洞，但凡有个水泥污渍，想擦干净很困难，各种清洁剂都用过，但还是有很多地方去不掉。另外，摩擦力也大，你想拖地不费点力气，根本都拖不动，而且地面只要是干的，就会灰蒙蒙的，显得特别脏，简直会逼死强迫症患者。2. 客厅装了投影幕布，跟风客厅装了100寸的投影幕布，看起来确实简洁大气。实话实说，大确实大，但是观影的体验感很差，白天必须拉窗帘，否则就会像我家这样看不清泛白，晚上想要清晰度
就必须关灯，不然那投影的画质真的很差。常常是外边一片静好，阳光灿烂，但你想要看个电影，就必须要放弃这些。奉劝大家，客厅装投影幕布只是装饰品，清晰度绝对比不了电视。投影仪真的只适合卧室。3. 安装了岩板一体盆，配合我家极简风格的装修，简约高颜值的岩板一体盆，那是必须纳入装修列表的。好看、颜值高是岩板一体盆的优点，可以说除了好看，它是一无是处。所谓的岩板一体，根本不是真正的一体，就是几块岩板拼接粘在一起的。这种盆一般都切割得很平整，简直是藏污纳垢的天堂。因为四周没有弧度，导致它排水困难，几天不擦就盆底发黄，周边全是水垢，而且轻度清洁对它根本起不到效果，每次必须拿刷子和专门的瓷砖清洁剂一点点刷，才能把它刷干净。4. 黑色花洒一击水垢。当初为了追求花洒颜值，黑色真的是颜值天花板，又因为跟我家装修风格颜色也很搭，果断入手。结果入住仅仅用了3个月不到，就被现实打脸了，洗不掉的污垢真的是恶心到家了。亲身体验，黑色卫浴产品绝对不适合水硬的地区，说擦擦就干净的，那是不理解我们的痛。这玩意得天天拿醋或草酸一点点的擦，还不敢用钢丝球，怕掉漆。下次装修哪怕颜值再高也不会选了，致命伤就是一流水垢。5. 长虹玻璃颜色没选对。近些年网上铺天盖地种草的卫生间长虹玻璃门，对于高颜控的我来说，那也是必须安排上。但是装完之后是妥妥的翻车了，样子是又丑又绿。现在才知道是当初玻璃没选对，普通长虹玻璃它都是发绿的。所以奉劝大家，想做长虹玻璃的一定要提前和卖门的商家交代清楚，你要的不是白玻璃，也不是普通玻璃，而是超白长虹玻璃，错一个字都会翻车。另外，卫生间要用双层玻璃，外边做透明的，里边做磨砂的，才能保证透光不透人的效果。6. 窗帘选了拼色，是真的丑。本来喜欢纯色，但商家一直推荐用拼色，说是流行，当时脑子一热就定了。装完一点高级感没有，颜色更不用说了，简直是丑到家了。现在还在纠结是用个几年，还是马上换掉呢？在这里也奉劝各位，尽量别选拼色窗帘，拼色对软装搭配的要求很高，没选好就会很 low， 一般人真的难以胜任，很容易翻车。不如纯色加白纱，百搭不说，还永不过时。7. 墙面后悔装了硅藻泥，我家墙面全屋硅藻泥。虽然硅藻泥有很多争议，但考虑到它自身材料确实很环保，还有很喜欢它粗糙的颗粒感，但是入住一段时间后还是后悔了。首先，硅藻泥不能碰水，也不能用湿毛巾擦，不然就会掉色，脏了只能用掸子掸或者用橡皮擦。其次，不小心磕一下就掉皮。另外，凹凸不平的表面容易积灰，还有轻微开裂的现象。总之，问题还是挺多的。如果再选择，还是觉得刷乳胶漆比较靠谱。8. 白色美缝剂做不好会有黑边，我家厨房瓷砖选的是白色，看网上很多白色瓷砖配白色美缝，就喜欢那种浑然一体的效果。结果师傅做完后，我发现黑边非常严重。师傅解释说，白色瓷砖配白色美缝，黑边无法避免。后来问了专业师傅，他说黑缝主要原因，一个是缝隙清理不到位，第二是瓷砖贴的不平。奉劝各位，白色瓷砖尽量不要选白色美缝，真的太容易翻车了，考验贴瓷砖技术，清理技术太难了，真的。如果没有绝对的信心，别搞白色配白色。其实白瓷砖配灰色美缝也很好看。9. 实木地板太娇贵了，我家卧室铺的是纯实木地板，虽然价格贵了些，但毕竟档次高，脚感好，关键是比普通木地板更环保，纹理也自然好看。刚铺装完的时候甚是喜欢，但说实话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娇贵了。比如受力面积大一点，像我家的床刚搬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床腿才坐上去就是一个坑。还有它这个表面特别不耐磨，拖拉家具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，一不注意就会划得一道一道的，除了心疼还能怎么办？以上这些踩过的坑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经验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在装修时少走一点弯路。做了20年的装修，总结出9个不值得花钱太多的地方。1. 地面，不管你是铺地砖还是铺木地板，都没必要去选那么贵的瓷砖，这东西也不涉及环保问题，主要花纹和颜色选对了，你买几十元和几百元一片的铺在地上，效果也没啥区别，用个10几20年你也踩不坏。木地板也是一样，
动辄几百一平的实木地板，价格贵不说，还难保养。100-200元的实木复合地板就挺好，既有实木的质感，稳定性还好，而且价格也划算。2. 吊顶。客餐厅想吊顶的话，做一圈双眼皮就挺好看的，既简洁又大方，而且还不会影响层高。更关键的是成本造价低，工期还短。关于厨卫吊顶，建议还是用传统的铝扣板，易清洁还方便检修，选择纯色无花纹的，效果也不差。预算高也可以选择蜂窝大板，但是真心不建议用石膏板，再好的石膏板也避免不了清洁难、易发黄的问题。3. 墙面不建议做太复杂的造型，容易过时还不好清洁，就用乳胶漆，选个比较流行的颜色，比如奶嘎、太空漫步、杏子灰、伦敦雾等，既高级又耐看。尽量不要用壁纸壁布，价格贵，污染物还容易超标。另外，容易翘边还易过时。曾经大火的微水泥和硅藻泥也不值得投入，优点就是贵，微水泥不耐擦洗，硅藻泥也不过是甲醛的搬运工，都是噱头大于实用。4. 推拉门。厨房和阳台的推拉门没必要选吊轨门，价格贵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对承重和安装要求都比较高，时间一长有下坠变形的安全隐患。从长久的实用性角度来看，不如地轨门安全和稳定性高。当然，地轨门不要选传统的凹凸槽轨道的，容易藏污纳垢，不好清洁，可以用极简铜条轨道。5. 家具。茶几和餐桌不建议选岩板材质的，虽然它的硬度很高，但是它特别脆，尤其是拿来当茶几和餐桌的台面，但凡是坚硬点的东西磕碰在上面就是一个豁口，当然力度再大一点还有可能直接断裂，所以不想买回家还得当大爷伺候，还是选木质的茶几和餐桌比较省心。6. 灯具。不要去买造型过于复杂的灯具，比如水晶吊灯、复古式的开口灯、网红分子灯，积灰严重还招小飞虫，等你搞卫生的时候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。记住，灯具的主要作用是照明，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造型，有那钱不如花在极简造型的吸顶灯上面，简约大气，既实用又不过时。7. 卫浴。浴柜岩板台盆不值得投入，它除了颜值高，其他全是缺点，见水、藏污纳垢不说，还容易掉底。还是选陶瓷一体盆，性价比最高，它是经过几十年磨练比较成熟的材质了，既没有卫生死角，也不见水，易清洁使用也方便。马桶不建议做壁挂式的，价格贵，款式少不说，冲水噪音大，漏水还不好维修，唯一的优点就是不落地，卫生好清洁。8. 指纹锁。现在的智能门锁基本都是 C 级锁芯了，所以安全方面根本不用担心。咱们安装智能锁的目的就是图方便，出门省去忘带钥匙的烦恼，所以没必要买那么贵的，只要具备刷卡、密码加指纹解锁就行了。其他像什么 APP 远程解锁、花里胡哨的那些功能，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，没必要去交那个智商税。9. 家用电器。有些刚需电器也没必要买太贵的，选基础款够用就行。比如说电视机，基本都很少看了，买回家大多是个摆设，所以买个大尺寸的基本款就够用。还有净水设备，不要去追求款式和品牌，净水器这东西只要滤芯一样，过滤出来的水质没区别。微波炉也是一样，说白了就是拿来热热菜，功能再多你也用不上，300-400块的入门款就够用了。入住新家大半年了才发现的这6个装修苦果，后悔知道晚了。1. 金刚网纱窗。也不知道近些年装修是刮的什么风，家家户户几乎都装的这种纱窗，看着很厉害的样子，结实又防盗，但其实真的是外强中干，真的是到入住后才发现它一点不实用，挡风不挡灰也就算了，还进毛絮不挡小飞虫，后悔当初没做功课，现在才知道还有一种高透网，也是金刚纱的一种，它比金刚网更细，网格洞也小，一点不影响通风和采光，关键是能防得住蚊虫。2. 卫生间隔音棉。我家的卫生间明明包了隔音棉，但是半夜还是会被楼上邻居家冲马桶的声音吵醒。后来才发现隔音棉买错材料了，根本就是包了个寂寞，白白交了个智商税。还未装修的朋友千万要注意，一般你家楼下5金小店卖的都是黑色的保温棉，一点隔音作用也不起。记住，表面涂银色的那种才是隔音棉，厚度要选2公分以上的。另外，弯头和回水管位置最好再包上阻尼片，效果才好。3. 家用跑步机。原本想着疫情风控在家时期可以天天跑步锻炼，结果就是刚买回来的时候跑那么几次，等新鲜劲头一过就再也提不起来兴趣了，白白浪费钱。大半年了，最终还是沦为了我家阳台的晾衣架。
所以也要奉劝朋友们，跑步锻炼身体是需要恒心的，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人最好别买。4. 客厅投影仪。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在客厅装投影仪，不可否认，投影的效果要比电视大很多，而且方便移动，不占空间。装上一面墙的投影幕布也更显档次。但如果对画质有要求的话，真的要谨慎选择。实话实说，它的观看体验和液晶电视相比，差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。就拿我家来说，白天光照墙的时候，投影的画面会泛白，根本看不清，光源亮度不高，抗光性也差，晚上观看的时候不关灯也影响效果。5. 阳台推拉门。现在装修流行把客厅和阳台打通，通透，视野好，还显得客厅空间大。但选择保留还是拆除推拉门，真的是分地区。我用亲身体验告诉大家，住在北方地区的朋友，保留推拉门非常必要。我家阳台打通之后就后悔了，冬天在客厅待着一阵子就感觉到冷，还会明显感觉到风。夏天开空调也不凉爽，冷气全串到阳台去了，还更耗电了。6. 地面柔光砖。都说深色亮光砖不能选，太显暗，地面还反光，也避开了哑光砖难打理的坑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花大心思选的素色柔光地砖还是踩坑了。现在才知道柔光砖也分好多种，我家的这种叫柔抛砖，其实就是把亮面砖磨成柔光了，特别难打理，天天撅那块擦地，还怎么都擦不干净。也提醒大家，选柔光砖一定要看釉面，买肌肤釉或者是断光釉的，千万别选错了。买一套房子，安一个家，这是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的心愿。所以有时候为了一套房，很多人会掏空所有积蓄，甚至掏空家庭2代人的钱包，只为了能够在一个城市安定下来。买一套房子不容易，所以在选房的时候，不管是选二手房还是新房，都要慎之又慎。既要考虑当下的实际居住情况，也要考虑到以后的升值空间、转手难易程度。资深中介透露，下面这4种房子真的不建议买，买了就是吃亏。不好住还卖不掉，很多第一次买房的人不懂最容易入坑。1. 老破大房龄超过15年，房屋面积大于120平方米的房子一般都会称为老破大，这类房子不建议大家入手。除了房龄比较老以外，还有以下缺点： 1. 户型不好，老小区的房子虽然得房率高，但是内部户型结构规划并不是很理想，空间利用率不高，而且多为砖混结构，想重新装修改造格局还需要做多重加固，比较麻烦。2. 停车困难，老小区基本上没有地下停车位，地上停车位也比较紧张，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固定停车位，每次能不能停车只能靠运气。3. 物业管理差，物业收费低，导致物业管理很差，外人进出小区很随便，安全性没有那么高。4. 没有电梯，老小区通常都是楼层在6层左右的步梯，没有电梯，如果是高楼层的话，每天上下楼还是很累的，尤其是对于有老人小孩的家庭。5. 难出手，如果你买老破大是作为过渡房的话，那后期出手很困难，毕竟虽然单价低，但是面积大，总价也高，一般人不会考虑买这种二手房。房产中介小刘介绍说，老破大除非是1楼带院子的户型好卖一些，有些中老年人想买来养老的，其他楼层基本上挂在网站1年半载也很少有人咨询，自己不住了就只能用来出租。2. 法拍房，如果不是内部人员或者对原房主知根知底的人，真的不要轻易去买法拍房。法拍房的价格低于市场价很多，看似是占便宜，实则存在太多风险。万一碰到不愿意腾房的老赖，或者原房主找了个年纪大的亲属签订长期租房合同，那你付了钱也没法住进去。甚至有些原房主更差劲，给你腾房的时候故意把室内装修设施全都破坏一遍，等你搬家住进去后，还会隔三差五的来骚扰你。遇到这样的法拍房，谁都没办法。房产中介小王介绍说，他手里现在就有一套法拍房，现任房主花了200万拍下的，原房主在法院人员的催促下推迟了3-4个月才腾房，去收房的时候发现室内家具家电全都坏了，好好的装修也不成样子了。更可气的是，原房主的父母隔三差五就去敲门说现任房主霸占他们家房子，现任房主无奈只能把房子挂在中介，想赶紧脱手。但是1年了，虽然有人咨询，但是一听说是法拍房就立马不看了，想脱手除非亏本大降价了。3. 商住两用的公寓，很多年轻人第一次买房的时候会去看商住两用的公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产权房。这类房子之所以吸引人，主要是因为面积小，总价低，对资金紧张的人比较友好。不管是常见的一字形户型，还是挑高的 loft 户型，一旦你入手了之后，你就会开始后悔。1. 居住成本高，商住两用公寓的水电都是商用价格，而且基本都是不通天然气的，物业费也比普通住宅要高很多。
2、安全隐患较大，因为是商住两用的性质，很多人会在里面开公司、工作室，人员进出比较复杂，物业保安基本都不会管。另外，公寓的每层都会有10几甚至几十户，邻居比较多也比较乱。3、不好出手，这类公寓一般只有40年左右的产权，办不了户口，解决不了上学问题，而且很多还办不了房产证，以后想出手的话很困难。房产中介小张介绍说，一般买这类公寓的大多是想创业的年轻人，居住和办公一体化，也有一部分想投资的，或者是因为限购的。现在很多商住两用的公寓都卖不到一半，新房都卖不动，更别说价格差不多的二手公寓了，不大幅降价根本不可能出手。不过这类房子只要装修的清新雅致，用来出租也是不错的，租金都不低。4、偏远郊区，偏远郊区的房子，不管是期房还是现房，最好都不要考虑。买房的时候，销售会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什么医院、商场、菜场、学校、地铁等设施，要不了2年都会配齐。等你真买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些都是空头支票，维权你都赢不了。万一再遇到不靠谱的开发商加期房，就更是遥遥无期了。就像当年某地产在荒郊野外建了个小区门头，就开始卖房收钱，至今门头还在，地产商已经不在了，被坑的全是老百姓。房产中介小雅介绍说，距离市区太远的地段，可能以后也会慢慢的发展起来，变成热闹繁华的地方。但是谁能说得准那要多少年以后呢？变数实在是太大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的赌不起。说在最后，不管你买房是刚需、改善还是投资，你都不希望这套房子以后砸手里吧？所以买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，有些房子真的不能买，买了就等着吃亏吧。有哪些装修设计是你认为装修前期待满满，用后谁装谁是大冤种的？有一说一，很多人家里装修都会参考时下流行的网红风格，但只看到高颜值，却没看到设计的缺陷，于是装修完好看是好看，等住进去后才觉得鸡肋或者根本没用，而且浪费钱。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4个好看却不实用的装修设计，看谁还在乱跟风。1、梦幻帘，有多少颜值控的小仙女被仙气飘飘的梦幻窗帘种草，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走不动道的好看，幻想着装到自己家里也能成为全屋的颜值担当。但实话实说，你在样板间看当然好看，又没有风，等你真正装到家里才发现，一阵风过后那叫一个群魔乱舞，而且时间一长卡扣还特别容易坏，一个心情不好就卡死给你看。此外清洗更是难上加难，梦幻帘的卡扣拆了还能不能自己装回去都是个问题。网友艾特睡到自然醒，梦幻帘就是个美丽的废物，不接受反驳。我家轨道半年坏了2次，均是大修，原本是180度旋转开合，故障后左半90度卡死，第2次是叶片突然不能均匀散开了。网友艾特不给糖就捣蛋，想装梦幻帘的宝子们真的要慎重，好看是好看，但巨难清洗。先不说那个卡扣拆完是否能装上，装上能不能均匀的问题，就算这些都能解决，就问你洗完变短能不能接受，洗完皱皱巴巴的怎么办？综上，梦幻帘虽美，但轨道易出问题，而且清洗也麻烦，所以千万别盲目跟风。想要追求梦幻的效果，可以试试幻影帘和蛇形轨道的组合，效果也是一模一样的。2、岩板电视墙，真不理解，这都2024年了，还有人愿意花重金去打造所谓的电视墙，又是岩板又是木格栅的。现在很多人连电视都很少看了，还对电视墙有执念，真不知道图啥。先不说这种千篇一律的电视背景墙是不是容易过时，关键是没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不信的话，你现在买个100寸的电视装上去，再看看你家电视墙上下还能露出多少来。岩板电视墙又贵又难安装，过几年看腻了，然后还没办法换，真不如直接留个大白墙，然后利用摆件或绿植去营造空间的氛围感，省钱还不过时。当然也可以做一整面墙的电视收纳柜，既兼顾了装饰效果，还能增加收纳功能。网友艾特今天不上班再换套房，我依然会选择不做电视背景墙，直接干净的大白墙，耐看显大，还好搭配，简直就是 YYDS。 网友艾特君君自装的家，装修嘛，实用第一。很庆幸坚持做了满墙电视柜，成年人的琐事一地鸡毛，回到家再看到乱七八糟的杂物得不到收纳，情绪根本无法控制。整面墙的电视柜，很多杂物都可以藏起来，给我的新家带来整洁干净。3、长条地漏，和梦幻帘一样，好看但不好用的还有卫生间这种网红长条地漏，颜值在线是没错，还给人一种下水更快的错觉。
但实际上，这种长条地漏和下水口和普通地漏是一样的，根本不存在下水速度更快的说法。而且长条形地漏更容易藏污纳垢，很多人入住才半个月，卫生间异味就很严重了。基本上可以判定，问题就出在这种地漏上。3天不清理，就很多头发和各种污垢卡住里面，又脏又难清理，真叫一个苦不堪言。网友艾特莫名其奇，新家刚入住没多久，卫生间就开始出现一些黑色小飞冲。前天终于破案了，撬开地漏一看，好家伙，脏的都没眼看，而且巨臭无比。这种长条地漏好看是好看，但清理真的麻烦。网友艾特是木木呀，好看的长条隐形地漏为什么要给大家拔草？太难清理，每次都要掀盖板，还配了专用的钩子。其次，下水慢，因为更容易堵头发，如果你不勤快，真的要慎选。我想说，好的装修就是在生活中做减法，减少劳动量。经过大众长时间的检验，最经验实惠又好用的还是传统的方形地漏。4. 岩板一体盆。卫生间岩板一体式洗手池，这些年的热度就一直没低过，不断的有人跟风做。总结起来就是装完笑嘻嘻，用过哭唧唧。不可否认，岩板一体盆确实颜值高，也极简范十足，很符合年轻人的审美。但这玩意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用久了，水渍特别难清理，尤其是洗水池的4个边角发黄，几乎是家常便饭，缝隙里还藏污纳垢，用刷子都刷不干净。如果是深色的岩板，那就更惨了，不仅污渍看着像发霉，还有水垢也特别明显，本是冲着颜值装的，结果是越用越臭。网友艾特波波喵喵，岩板一体盆真的是一个巨坑，清洁卫生累到崩溃，每天都有擦不完的水渍和泡沫渍，关键湿的时候又看不清，只能盲擦，等它干的时候又会发现有脏的地方，而且巨多死角，根本擦不到位。大家真的不要图颜值选岩板盆，不然以后天天为它服务了。当然，岩板一体盆除了不好清洁卫生，还有下水慢、易溅水的弊端。真不如老老实实选择一个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功能一样也不少，还不存在卫生死角。很多人在第一次装修新房的时候，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颜值上，总想着做高大上的设计和造型，以此来凸显自己的审美和品味。但其实日子过久了以后，就会发现实用和舒适才是最重要的。下面就给大家分享6个家里越用越爽的实用性设计，都是过来人总结的经验，缺一个都会让人遗憾。1. 分段式加倒角柜门。定制衣柜的时候，别再跟风做一门到底加反弹器的设计了，看着是很极简，但是真的不实用。一门到顶的柜门长度基本都在 2.4 米左右，这就需要给柜门加拉直器，防止它变形。其实时间久了以后会发现，拉直器也不能完全杜绝长柜门变形，只能缓解而已。柜门一旦变形，就会出现缝隙、歪斜，关不上，到时候更难看。另外，反弹器作为免拉手设计的一个选择，也并不好用，经常要么弹不出来，要么关不上，用过的人都知道。而分段式柜门设计中，每一扇柜门长度都不太长，不需要另外加拉直器，也不会变形，省钱又耐用。柜门采用倒角的设计，既不需要明装拉手，使用起来又方便。2. 阳台洗烘套装加洗衣机伴侣，一般洗衣晾晒都是在阳台完成。在给阳台做设计的时候，强烈建议大家做洗烘套装、洗衣伴侣的组合设计，用起来真的超级爽。洗烘套装能让你在梅雨季、回南天都可以放心的洗衣服，不用担心衣服洗了干不了会潮湿发霉的情况。另外，加装一个小洗手池的设计也比较贴心实用，日常的毛巾、袜子、内衣裤等不方便直接扔进洗衣机内洗的小衣物，都可以在小洗手池清洗，然后随手在阳台晾晒，很方便。3. 杂物柜。日子过久了就会发现，家里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，尤其是一些日用品、小件杂物，如果收纳不到位，就会显得家里乱糟糟的，很不美观。所以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杂物柜，用来收纳这些物件。杂物柜可以设计在阳台上，也可以把鞋柜、餐边柜或者过道柜中分出一部分来，不需要太大，宽度50至80公分左右都可。柜内可以根据自己要放置的物品进行分层规划设计，或者利用洞洞板收纳。即使柜内凌乱不堪，只要把柜门关上，外面依然是风轻云淡，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空间视觉美感。4. 入户门口一键断电。对于强迫症或者爱忘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出了门后再返回卧室内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把灯关掉，有没有把插头拔掉，这样的往返既麻烦又浪费时间。不如直接在装修做水电的时候，给入户门口设计一个一键断电的开关。一键断电的开关可以控制全屋所有的用电，出门前、回家后只需要在门口按一下开关即可断电通电，很方便。不过在设计一键断电开关时，要把冰箱以及一些其他不能断电的设备除外。5. 卧室次净衣区。
你家卧室是不是经常放着一把凳子，上面堆满了各种衣服？这些衣服并不是脏的需要清洗的，而是只穿了一天还可以再穿的外套、围巾、牛仔裤等。这样的场景不仅不美观，而且也会把衣服压皱，再穿的时候也不好看。所以一定要给卧室设计一个次净衣区，专门用来收纳次净衣。最好是在设计衣柜的时候就把这个细节考虑进去，单独留出一个开放空间，与其他衣柜隔开，这样既不会污染干净的衣服，也让次净衣有了独立的空间。如果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位，也建议大家不要把衣服直接堆一堆，可以利用落地挂衣架把衣服一件件的挂好，这样起码衣服不会皱。6. 窗户采用内开内倒设计。根据开窗方式，可以把封窗分为2种，一种是平开窗，一种是移窗。一般来说，不建议采用移窗，隔音隔热以及密封效果都不太好，还是建议做平开窗。平开窗可以分为内开和外开，现在很多楼盘不管是高层还是洋房都不允许外开窗，有安全隐患。如果只是单纯内开的话，会占用室内空间，还容易磕碰，而内开内倒的方式就不同了。平常需要大面积通风的时候，可以采用窗户内开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，或者出门后担心下雨的话，就采用内倒的开窗方式，这样更实用。结语：装修的时候最好不要跟风网红设计，好用实用才是关键。以上这6个设计就属于装修中的细节设计，可以提升居家生活的舒适感，很值得借鉴。